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分享我最爱的粉状产品。作为一个混油皮，我对粉类的东西还是蛮有研究的。粉饼用的很快，夏天更是必不可少。今天有说到粉饼、散粉、定妆粉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蜜粉和粉饼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很多人都傻傻分不清。其实主要是两大类，有遮瑕的和没有遮瑕的。那没有遮瑕呢，通常是定妆粉、蜜粉，它们增加你底妆粉底液的持久度，皮肤看起来柔焦柔雾感。带遮瑕呢，通常也叫 powder foundation， 大部分都是放在粉饼粉状的，那它们是带遮瑕的嘛，所以你就之前不用上粉底液了，直接用来当底妆。现在还有一种叫 finishing powder， 让你最后妆面更加完整的最后一步上的蜜粉。那它其实和 setting powder， 也就是和蜜粉是有一点相像的，只不过通常是带一点光泽、一点微闪的。那补妆我通常是喜欢用蜜粉饼，也就是不带有遮瑕的，因为粉饼相对来说比较厚重嘛。如果你之前已经上过粉底液的话，那再补可能会有斑驳的情况。但如果你是一个脱妆很严重的需要遮瑕的，需要遮痘痘的话，粉饼就带有遮瑕的粉饼当然也是可以补妆的。散粉 setting powder 类的，你可以用来定妆你任何的粉底液、粉底膏或者遮瑕液。先说带有颜色的第一个我非常喜欢是去年新上市的 Rare Beauty 的散粉。首先它的包装我就一整个爱住了，它是里面有一个 sifter 可以开合的密封口，然后你就可以转动它，这样散粉就不容易漏出来嘛。我希望所有厂家都有这个设计，这样散粉带出门的时候就不会洒了。我的颜色是 light 最浅色，它是有一点点偏粉色的上在脸上是没有任何颜色的，就马上就隐形了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一点是它是不含滑石粉的，主要用云母 mica 来提亮，让皮肤很光滑，隐形毛孔的效果超级好。我用上它以后，我就不再用 Laura Mercier 了。虽然 Laura 的粉我也很喜欢啦，但是它的隐形毛孔的能力，还有抚平细纹的能力要更强一点，粉感要更轻一点，有非常轻薄的粉体。然后它也添加了很多护肤的成分，像角鲨烷、维生素 E， 然后无滑石粉嘛，也很适合痘痘肌去使用。现在添加滑石粉的，就是添加 talc 的，已经是被改良了配方了，它们是没有石棉的了。但是滑石粉本身也是容易堵塞毛孔的，容易长痘痘的肌肤避免它。好，它是有色蜜粉里面我最近发现非常非常好用的。然后第二个是我前几年非常喜欢的完全用空盒的 Hourglass Veil， 它和 Rare Beauty 的还蛮像的，属于那种给你皮肤微光的感觉，也是不含滑石粉，但是它主要是用 Diamond Powder 就是钻石粉去替代，即使干皮使用也不会拔干，整个给你妆面就很干净，让你的底妆品更上一层楼的感觉。像贵妇粉通常都是适合偏干皮的，那这款就非常适合你不喜欢涂散粉的，觉得散粉会拔干的。刚刚完全用空盒，用到一滴不剩的蜜粉，没错 NARS 的蜜粉，这款火绝对有它火的道理，在我心中是无可取代的一个位置。它会让你特别斑驳的妆面重获新生。比如说你今天粉底液有一点卡粉有点干燥它都可以拯救回来。里面也是带微闪的，但不是那种高光的闪，给你透出来是那种若有似无的光。它这么适合干皮的情况下，它的控油力度又超级强，持久8小时不是问题。像我出去逛街可能会出汗的情况下，我用它到下午妆面都是很完整的。下一个呢是我的夏天最爱，油皮、油痘皮，你需要超强控油的人的最爱，非常平价一个散粉 LA Girls 洛杉矶大妹子散粉。不管你现在脸上多油，你上了防晒油，
乳液、保湿的粉底液的时候，你用它1秒变雾面，就是这么控油，就是这么干爽。我碰见所有的油皮妹子用它没有一个不说好的。它的成分只有一个，2氧化硅。用2氧化硅去填补你的细纹，还有纹路，还有填补你的毛孔，你皮肤就像瓷娃娃一样那种，摸上超级的滑。而且这个粉啊，轻到像轻烟一样的，就飘到哪里都是嘛。所以有一个小 trick， 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你不要把所有的孔全部都打开，你可以用牙签扎几个孔在上面，出粉口小了之后就不会飞得哪里都是了。因为它超强控油嘛，如果你是大干皮的话，就不要尝试了。油皮妹子冲，干皮可以用的粉饼来了 ，CT 的蜜粉饼，我是听我一个干皮朋友推荐的，然后我马上买回来一试，确实是很滋润的一个粉饼，里面主要用玫瑰蜡、杏仁油去软化皮肤，所以上完底妆以后，你不会觉得那个粉一下把你的水分都吸走了。同时它填补毛孔能力很好，也是给你粉底液有质感上的提升。上个空瓶记有说过，我完全用空的粉饼，我之前是放在包包里用它补妆的，你可以自己备用一个比较小的薄的粉扑放在上面，因为它本身粉饼很薄嘛，不会占太多空间，也很适合现在女生喜欢的小费包，也特别适合熟龄肌。像在国外的一些 YouTuber 全部都是40、50的，脸上已经有一些纹路的，都特别喜欢这个粉饼。最近我在超市买的一个粉饼，我感觉是 CT 的平替，最近一直用它补妆，我很喜欢的。你不敢相信哦，它只有6刀。ELF 的 Sheer Tint 这个包装，首先我很喜欢，根本就不像平价的粉饼。很有质感，很沉甸甸的，有镜子，然后下面还有一层你可以放粉扑，这个粉扑质量也很好，我刚洗过的，非常的柔软，上粉很均匀，然后它把它放在第2层嘛，这样也不会让你的粉饼结块，因为很多粉扑放在粉饼上面，上面一有油分的话，你粉饼就会结块了，那它也避免这个问题。我在外面用它补妆，我底妆已经很斑驳了，然后又补防晒，整个脸就已经有点花那种状态，用它都可以瞬间拯救你那个斑驳的妆面控油度也 OK， 基本上8个小时完全不成问题。我没有想到一个这么平价的粉饼粉质这么好。现在我在网上，在它的官网上是看断货的状态，我不确定会不会补货，但如果你去超市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了，一定要入一支。我的色号是 Fair 最浅色 Fair Light， 和我的肤色非常贴合，微微的提亮。最近还入了一个绝美粉饼，给你提升妆面的迪奥的后台粉饼，它的包装真的美爆了，亚克力的包装，粉饼呢是那种 Bake Jelly， 有点硬硬的那种感觉，粉非常的细腻，一点点的闪，它真的像名字一样是 finishing powder， 让皮肤稍微有一点亮泽光泽度的。当你觉得今天妆面很暗沉，没有什么气色的时候，用它来提升气色的。它不能替代你的 setting powder， 我觉得，但你可以用它着重加强在比如说你的法令纹啊，你的泪沟啊，让它们没有那么明显，有提亮填补的作用。然后记得一定要买最白色号，是0N， 最白的，其实上手你觉得一点都不白，和我刚才的那个 ELF 差不太多的。最后3个全部都是作为底妆的粉饼，有遮瑕高遮瑕的。先说我烂脸必备的矿物粉底 Jane Iredale 的，它是纯的矿物粉底，不含防腐剂、滑石粉、香料，然后成分主要用经常添加在矿物粉里面的，像云母、2氧化硅、2氧化钛，还有 zinc oxide， 有氧化锌，所以它是有一点点防晒指数的 SPF 20。那矿物粉底非常适合医美术后、玫瑰痤疮，你平常用不了粉底液的人群，也适合痘痘肌、敏感肌，不用卸妆的。
虽然它遮瑕力这么高啊，你到晚上你用普通的洗面奶就可以把它洗得很干净。我每一次当皮肤泛红的很严重，或者我用我的 retinol、我的 A 酸等等，皮肤有点脱皮的时候，你白天还是想美美的出门嘛，你还是需要点遮盖力的。它可以达到中高度遮瑕，不用再像遮瑕膏的，基本上你的瑕疵、泛红全部遮得住。问题肌肤完全不能离开的一个粉饼，而且它现在终于出了正常的粉饼那个盘，你不用再买这种替换装了。所以下回如果我把它用完了，我会买一套，给这个粉饼安个家。下面这个粉饼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了遮瑕膏一样存在的，它就是这么高遮瑕。Make Up For Ever 的 Matte Velvet Skin 遮瑕力真的太牛了，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我的遮瑕膏了，就用一个这种很小的小刷子戳一戳，然后戳在你的痘痘处，轻轻一覆盖，痘痘毛孔全部隐形。注意买的色号一定要偏深一点的，遮瑕效果会更好。我是 Y225， 就偏黄色的，然后它还有很大的一块镜子嘛，但我不太喜欢用它补妆。如果尤其你底妆上的比较多，或者防晒霜上的比较多的话，容易斑驳。但是用它当遮瑕，局部区域使用，或者当你全脸需要高度遮瑕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它。并且它的粉很细，你看我都用到这种情况都铁皮了，它也没有一点点结块的情况。在我心里，它属于神一样的存在的，找不到比它更高遮瑕的粉饼了，并且也不会说到下午一出汗一出油啊就脱妆的，它持久度也很强。最后一个平价的矿物粉 Physicians Formula 的 Talc Free 矿物粉，它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这种蓝色包装，还有一个是银色包装。它们2个我用起来都差不多，银色那个之前我是在我大学时期最常用的，遮瑕力很好，我原来天天拿它当底妆使用。那这个呢，跟银色的区别是它带 SPF 30的指数，加了一个防晒值，它的氧化锌、2氧化钛含量更高了，但同时也是中高度遮瑕，给你一个非常完整的妆面，而且它的控油力还蛮高的，我觉得比 Make Up For Ever 的和真音乐料的可能都要控油一点，非常适合油痘皮、敏感肌、不想增加底妆负担的人。矿物粉嘛，里面也没有什么滑石粉啊、防腐剂啊，还有多余的添加。我之前因为大学时期完全用空的那支银色的嘛，我就又买来这个蓝色的。我很怀念这个粉饼，它真的是平价里面你可以找到遮瑕力最好、妆效最好、持久度最好的粉饼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最爱的粉饼、蜜粉饼粉类产品的合集，有专柜的，也有平价的，按你自己的需求购买。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写出你最喜欢的粉饼或者散粉是什么。喜欢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。